他把一坨便便鎖在了保險箱裡，還說這坨便便價值1000萬，而裡3層外3層的打開，這不就是塊石頭嗎？但他說這是鯨魚的便便，叫龍涎香，高檔香水就是用這玩意兒做的，比黃金還要貴10倍，一克就能賣3000塊。便便呢是在自家魚塘發現的，他本來也以為是石頭，沒想到啊扔在水裡竟然飄了上來，這就很神奇了。上網那麼一查，和網上說的龍涎香非常像，這不一夜暴富了嗎？工作人員聞了聞，確實沒什麼臭味，難道真的是龍涎香？朋友們都覺得這是真的，但村裡老人說啊，他們這片根本就沒出現過鯨魚，哪來的鯨魚便便啊？說再多都沒用，接下來直接找專家。專家說這玩意兒很稀有，一般100只鯨魚裡面只有1只鯨魚體內會有龍涎香，這其實就是鯨魚體內的結石。專家對着便便一陣猛聞，還做了個簡單的測驗，各種特徵非常符合，初步判斷這可能就是龍涎香。大叔那是越聽越興奮，但專家說還需要進一步採樣化驗。一番分析後，大叔滿懷期待，然而結果卻顯示這並不是龍涎香，只是一個在海上漂浮很久的塑料泡沫。大叔的寶貝瞬间一文不值，妻子安慰大叔，但大叔反手就撒了一波狗糧，那泡沫就给吃了。然而下面這個小哥也把不值錢的東西當成了寶貝，他能用各種蔬菜當樂器，只見他掏出胡蘿蔔就吹了起來。工作人員還是不相信啊，他也不廢話，直接啃了一口。不僅如此，什麼紅薯、山藥、西葫蘆、土豆，甚至大蒜都可以吹出曲子。而且用蔬菜當樂器的好處就是餓了能直接吃。接着用西蘭花又吹了一曲，還用山藥做的樂器吹了一個。然而把蔬菜做成樂器也不容易，首先就要保證蔬菜的新鮮程度。在冰箱拿出一根硬邦邦的蘿蔔，先用工具把蘿蔔掏空，然後在表面打孔，每一步都要非常小心，还要不断測試音準，一點點調整孔洞大小。節目組決定升級挑戰，拿來了西瓜、雞蛋和大蔥。小哥輕蔑一笑，就這，手起刀落就把3樣食物變成了笛子。沒想到還都吹響了。現在有個問題就是樂器的保鮮時間太短，一旦蔫了，音色就不純正了，一般用完就要被妻子拿来做成菜，或者打成蔬菜汁喝掉，因此每天都要重新買新鮮蔬菜，這成了一筆不小的花費。他現在呢已經到了痴迷的程度，甚至在工作中也要做樂器，拿着一顆洋蔥就開始制作，同事都被震撼到了。不過要說奇人，那還是得看下面這位大叔，他能在頭髮絲上刻100個字。只見他先把頭髮固定起來，接着用微雕刻刀在上面刻字，最後呢給頭髮上個色，文字在顯微鏡下就顯现出來了。不僅如此，他還可以在沙粒上刻字，也能在5厘米的石板上寫一部千字文，這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，他需要2年才能全部完成，期間還要更換20多種刻刀，比硬币小很多的鐵塊上也能刻800多個字，相對來說在小米粒上刻字就顯得簡單多了。大叔說頭髮上刻字很考驗人的耐性，剛開始做的時候刻了100多根頭髮，1年下來呢只成功了2根，為此自己頭髮日漸稀疏，現在都是用別人的，見到別人都是先看頭髮，黑長直是他的最愛。他現在還開了頭髮展覽，小朋友都看傻了。大叔目前只能在頭髮上寫1行字，還說希望以後可以在頭髮上畫一幅清明上河圖。下面這個奶奶雖然沒有大叔厲害，但也值得一看。90歲的奶奶經歷過車禍後，腰板竟然變直了，之前在家裡走路都要扶着牆，牆上還留下了一道痕跡，現在呢上樓都不費勁，專家都表示不可思議。奶奶說出車禍後自己當時就懵了，什麼都不記得，醒來就变成這樣了，就很神奇。那就祝奶奶一直健康下去吧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赏。他把風油精塗在眼睛上，一天就要用掉1瓶，邊塗還邊笑，說塗完神清氣爽。大叔隨身都帶着2瓶，家裡到處都是風油精，看電視的時候塗，開車的時候塗，半夜也要塗1次。最急的人是他老婆，怕他塗死了，而他自己卻說自己根本離不開風油精。這又是為啥？他也不解釋啊，反而變本加厲，覺得塗眼睛上不過癮了，直接用風油精洗臉，看樣子也不錯，洗完精神抖擻。那他到底為啥要塗風油精？真的是奇怪。周围人也是看着一臉懵逼，真的不會疼嗎？旁邊的大叔決定試一試，結果直呼辣眼睛。這時他終於說出了塗風油精的原因。原來大叔之前眼睛受了傷，什麼都看不清，偶然用了1次風油精，居然能看清楚了。從那之後就離不開風油精了。但風油精真的有那麼神奇的功效嗎？醫生猜測，在風油精的刺激下，大叔眼淚分泌旺盛，使得眼睛非常濕潤，這可能是幫他看清楚的原因。但風油精對眼睛有非常大的傷害。經過檢查，大叔的眼角膜確實受到了嚴重損傷，風油精沒能治癒他，反而加重了病情，必須立即停止使用風油精，還給大叔拿了專門治療眼睛的藥物。所以說有病就要對症下藥，不要相信偏方。和他比起來，下面這位尼姑更奇葩。他把洗衣液塗滿全身，每天都要塗好幾次，一天就要用掉3瓶。诵經累了就要往身上塗洗衣液，外面散步的時候要涂一涂，工作時也要塗，總之不允許身上有干燥的地方。就連洗澡都是用洗衣液，先往盆裡倒入滿1瓶，蹲在盆裡就洗了起来，洗衣液直接成了他的沐浴露。家裡還存了上百箱的洗衣液，然而這僅僅只是1個月的量，他1年內用掉的洗衣液足夠別人洗17
7年的衣服。更奇葩的是，他洗衣服呢却从来不用洗衣液，还说用洗衣液洗衣服就是浪费。节目组很担心他，而他自己却说正是洗衣液救了他的命。这又是为啥？原来啊，去年他遭遇了入室抢劫，受了严重的外伤，虽然恢复了健康，但皮肤依然瘙痒不断。有天实在痛到无法忍受，莫名其妙涂了一点洗衣液，没想到皮膚一下就不癢了，還治好了自己的腳氣，從此就一直使用洗衣液了。節目組還是擔心他的健康，帶他來到醫院檢查。醫生說傷口愈合的時候癢一點是正常的，但由於洗衣液的刺激，他的皮膚變得很乾燥，還得了皮炎，必須停止使用洗衣液。他也很聽話，回家就把洗衣液都丟了，用上了正規的護膚品。和他一樣有奇怪癖好的還有下面這位奶奶，她把凡士林塗在眼睛上，每天用1盒，已經這樣做了30年，塗完還要做眼部運動，耳朵後面脖子上也不能少，再挖上一大勺塗在膝蓋上，說可以治感冒，腳上也不能少，據說治腳氣一絕。肚子疼呢就塗在肚臍眼裡，手上有傷口也可以用，還說能加快傷口愈合。凡士林在他這裡可以說是包治百病，一天就要塗3次，家裡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凡士林。醫生說雖然凡士林有滋潤皮膚的效果，但是要適量。奶奶呢卻什麼話都聽不進去，因為她認為自己親身體驗過凡士林的神奇效果。奶奶出門可以不帶錢包，但不能不帶凡士林。來到公園就開始鍛鍊，爬上爬下，看起來身體確實很靈活。這還沒完，奶奶還展示了自己的絕活劈叉。要知道奶奶今年已經80了，然而她的迷惑行為還不止這些。晚上睡覺前會拿2個木棍在身上來回敲打，說可以疏通經脈。為了健康，她把大部分時間都拿來鍛鍊身體。那她現在情況如何？醫生檢查過後說奶奶的眼睛出現了角膜發炎，不能再往眼睛上塗凡士林了。凡士林帶給奶奶的只是一種心理安慰，對健康並沒有什麼好處，運動才是她保持健康的最大原因。好了，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大媽一輩子都沒出過汗，39度的氣溫下跳繩1小時，頭上一滴汗都沒有。節目組在屋頂鋪了一層錫紙，溫度瞬間達到了45度。大媽躺在上面就開始享受日光浴了。就這樣足足烤了2個小時，大媽都被烤成了3分熟，但還是一滴汗沒有。她還說一點都不熱，甚至感覺有點冷。節目組又帶大媽來汗蒸，汗蒸房現在65度。沒一會兒，同行的大媽已經大汗淋漓，她卻一點反應沒有，還說溫度能不能再高一點。周圍人都看呆了，露出了一副沒見過世面的樣子。1小時後做個對比，大媽的額頭還是一滴汗沒有。大媽說小時候家裡窮啊，一天餓3頓的，根本沒關注過出汗這件事。結婚後呢，丈夫又死得早，她成了家裡頂梁柱，更沒時間關心自己了。現在孩子們都大了，不用自己操心了，她想要體驗一下出汗的感覺。節目組帶她來醫院檢查，醫生想要確認下大媽是否真的不出汗，在她手上塗了一種遇到水就會變成紫色的液體，又撒上了一些白色粉末，接着放在烤燈下面烤了1個小時後，結果手指紋路上都變成了紫色，說明大媽還是會出汗的，只是量比較少。醫生說出汗少其實對身體健康沒太大影響，這些大媽也放心了，原來自己和正常人一樣也還是會出汗的。然而下面這位小姐姐的情況和大媽完全相反，她10分鐘就會出1斤汗，雙手就好像剛洗完一樣，腋下每時每刻都濕漉漉的，甚至會有汗珠從腋下流出來。節目組做了個測驗，不到1分鐘，汗水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冒了出來，甚至直接滴了下來。看恐怖片的時候，那雙手簡直成了水龍頭，被子都濕透了一大片啊，這就很誇張了。他不得不帶着一塊毛巾隨時擦手，這給他的生活帶來了很大困擾。想吃零食不行，太滑了根本撕不開。想要玩一會兒遊戲，結果觸屏就沒反應了，必須要往身上蹭2下抹去汗水。下班回家呢，指紋鎖根本識別不出來，用鍵盤打字也同樣誇張，紙巾鋪在鍵盤上就印出水印了，鼠標也像剛洗完一樣。寫工作報告，汗水都會順着筆尖滴在書本上。他腳上的情況同樣嚴重，他每天都要更換25雙襪子。別的小姐姐包裡都是口紅、化妝品啥的，他包裡卻裝滿了襪子。然而令人驚訝的是，其他身體部位卻一點汗也不出，甚至非常乾燥。小姐姐也很痛苦，小時候還被朋友嘲笑過。她的夢想是當一名廚師，因為多汗症，她不得不放棄了夢想。去醫院檢查過後，也沒有找到多汗的確切原因。最後小姐姐也想開了，既然無法改變現狀，那就接受它，接納不完美的自己。她還做起了直播，大方展示了自己的多汗症。我覺得小姐姐很值得我們學習，保持樂觀的心態最重要。然而下面這個大叔的情況更奇葩，他只有半邊臉會出汗，左臉汗如雨下，右臉卻非常乾燥，從中間對分開，即使是嘴巴和鼻子也是1分為2，路人都看懵了。小朋友的表情最真實，更神奇的是，當他吃辣的時候就換成了右臉出汗，左臉又變得乾乾淨淨，把紙巾鋪在臉上，右邊瞬間就濕透了，左邊卻一點事沒有，很直觀的就可以看出區別，兩邊臉分工明確，始終就只有一邊臉出汗。大叔說這種情況是1年前開始的，他之前受了很嚴重的傷，下半身都癱瘓了，手術後雖然身體恢復了健康，但出現了現在這種情況，他懷疑是手術留下的後遺症。隨後來到醫院檢查，醫生說這其實不算後遺症了，是由於術後的脊椎在恢復，中途可
可能壓迫到了汗腺神經，才出現了半邊臉冒汗的现象。不過不用擔心，等脊椎恢復正常後，汗腺就可以正常工作了，这种情況就会慢慢消失的。听到这些，大叔就放心了，保持乐觀的心態，等它自動恢復。但我有個快速恢復的方法，在很熱的地方吃辣的，那不就兩邊都出汗了嗎？對吧？嘿嘿，我真是個機智的少年。好了，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母親把11歲女兒當豬餵，每天強制餵食30碗米飯，如果反抗就會被母親綁起來，甚至還在食物裡加不明液體。記者看到大吃一驚，母親卻說這東西對女孩好。在採訪過程中，記者還發現了更驚人的事，這裡呢，大部分地區都很窮，女孩基本在15歲之前就結婚了，女兒盡快出嫁意味着少一張嘴來養活，而且呢，當地以胖為美，只有胖女孩才能嫁出去。雖然這個女孩才11歲，連她都覺得自己就應該快速長胖，趕緊嫁出去，這才是對家庭做貢獻。母親會專門搭建一個帳篷，用來圈養女孩。他們的口號是管住腿，張開嘴，目的就是長膘。她現在體重78斤，餵養結束後要達到160斤才算合格。整個過程一般需要持續好幾個月。第二天早上餵養開始，先喝一盆加糖的駱駝奶，再吃摻上黃油的玉米糊。女孩需要2個小時內把所有食物吃掉，大約攝入3000卡路里，相當於10碗米飯的熱量。這僅僅只是早餐。記者帶來了一些雜誌，讓他們了解其他國家美的標準。女孩看到苗條的模特都覺得不好看，說女人應該有肚子才好看。這裡的女人堅持認為男人喜歡胖的。記者找到當地男人求證，男人說妻子越胖，在自己心中的地位越高。接着呢，男人還對記者的身材評論了一番，說記者只是徒有虛表，身材呢不太行。很快到了午餐時間，這頓飯他們需要再攝入4000卡路里，再加上晚餐，他們就要吃夠9000卡路里，這相當於30碗米飯的熱量。記者決定親自體驗一下，和女兒吃一樣的早餐。記者作為成年人，吃了1/3就吃不下了，只能出去散步消食。記者回來後，接着又到了吃午飯的時間，一頓卡路里大餐再次安排上。在採訪過程中，記者還發現了更誇張的事，在另一個增肥營裡面被餵養的女孩大多都在10歲以下，在這裡用牛奶和燕麥餵養，目的是來撐大女孩的胃，為之後的餵養做準備。女孩在監視下必須要吃完，有的女孩邊吃邊吐，還有個女孩肚子脹得厲害。母親呢卻並不在意，說這是正常的。母親甚至會在食物裡添加增肥的藥物，吃了讓人昏昏欲睡，能有效減少活動，對增肥很有效果。記者看了下藥品說明，大吃一驚，這分明就是違禁品，根本就不靠譜。為了了解增肥藥，記者假扮成當地人來到市場，儘管是違禁藥品，市場上呢卻隨處可見。據了解，這種藥確實有增重的效果，但副作用同樣嚴重，吃死人的例子也不在少數。但即使這樣，也不能阻止女孩繼續服用。在以胖為美的毛里塔尼亞，為了滿足這種病態的審美，女孩沒有選擇的權利，屬實悲哀。大媽剛從銀行取了錢，卻故意丟在了板凳上，把錢還給她。她直接把錢丟進了下水道，接着放聲大笑。看到有鏡頭在拍她，大媽神色慌張地跑開了。走訪一圈才知道，這大媽的反常行為還不止這些。附近菜市場的商販都收到過大媽送的錢，每天送2萬韓元，丟下錢就走，從不說話，真的是奇怪呀。大家在市場安裝監控，經過漫長等待，大媽終於出現了。大家偷偷跟蹤她來到銀行，只見她取完錢又隨手送給了一旁的老太太。出門後又開始給路邊的小販發錢，一出手就是3萬韓元。大家繼續跟蹤，發現大媽的迷惑行為還在繼續。在買了幾個漢堡後，她開始給身邊陌生人分享，剩下了一個，她一口沒吃，直接丟進了垃圾桶。這種種怪異舉止到底是為什麼呢？大家一路跟到了大媽家，才發現她家並不富裕，甚至還有點破。問她為啥要給別人錢，大媽卻一口否認。大家拿出拍到的送錢視頻，大媽立馬改口，說自己是奉命辦事，是山神讓她這樣做的。然後又扯了一些有的沒的，越說越離譜，看起來精神不是很正常。另外大家還發現大媽財務狀況並不好，存折上也只有7萬多韓元，甚至水電費都沒付，生活本身就很困难。大家去社區街道走訪，街道辦事處的工作人員都知道大媽情況，想要幫助她都被拒絕了。節目組覺得有必要帶大媽去醫院看看了，結果一聽去醫院，大媽直接哭了起來，說自己必須要聽山神的話，否則就會受到懲罰，讓大家不要管她。看起來病得確實不輕啊。經過連續幾天勸說，大媽同意去醫院。和心理醫生交流過程中，大媽還是不斷的胡言亂語。醫生說這就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，同時還出現了幻覺，都是由於長期缺愛導致的。之前收到過錢的商販聽說大媽的情況後，都表示要把錢還給大媽，還要給她溫暖，讓大媽感受到被愛，趕快好起來，省流。大媽得了精神分裂症，這個大爺愛吃豬飼料，一吃就是一大鍋，已經連續吃了50年，飼料都過期發霉了，他卻吃得津津有味，邊吃還邊笑。渴了就在地上接水喝，住的地方看起來像一堆垃圾搭起來的，裡面一片狼藉。剛見到記者時，他非常警惕地打量着，問他為什麼住在山上。老人什麼都沒說，轉身迅速離開了。記者趕緊跟了上去，但很快人就不見了。記者只好回到老人的住所繼續等待。傍晚，老人再次回到住所，
問他問題還是什麼都不說。山上的夜晚異常寒冷，老人躺在石頭床上瑟瑟發抖。在工作人員的長期溝通下，老人終於想起了自己的名字。那這也就好办了。記者来到山下村莊，想了解更多關於他的信息。村民聽到他的名字都很震驚，說他失蹤了50年，還以為早就死了。通過一番打聽，記者找到了他表哥，隨後帶表哥來到了山上。見到表哥後，他突然跪了下來。表哥邀請他和自己一起生活，他卻直接拒絕了。那他為什麼要堅持住在山上呢？真的是奇怪。記者在一旁搭起了帳篷，決定和老人同吃同住，與他進行更深入的交流，讓他慢慢打開心扉。幾天過去了，老人變得開朗了許多，他終於決定邁出第一步，跟着記者下山生活。接着也說出了自己的故事。原來在他小時候，父母經常吵架，而后就離婚了，他只好和外婆相依為命。不幸的是，外婆不久也去世了，他傷心欲絕，无依无靠的他獨自一人躲到了山上，這一躲就是50年。記者隨後帶他離開了大山，還帶他去做了體檢，身體不是很好，需要在醫院休養一段時間，希望老人可以趕快好起來。醫生在給木頭做 CT 檢查，因為這塊木頭竟然會叫。木頭是在他家床上拆下來的，每到深夜，床頭就會傳來詭異的聲音，只要靜靜的聽，就能聽到噠噠噠的聲音，有點像時鐘的滴答。把床移開後，啥都沒有，但詭異的聲音仍然存在。這床整整響了2年，搞得夫妻倆精神崩潰，甚至懷疑是被什麼不好的東西纏住了。節目組找來了木工師傅，師傅表示這不像是木頭能發出來的聲音，真的是奇怪。記者用話筒錄下了這個怪聲音，接着又找到了聲音分析專家，對錄下來的聲波進行了波長分析。專家說了一大堆數據，總之結論就是這聲音很明顯是一種有生命的東西發出来的。難道床頭裡真的有某種生物嗎？說再多也沒用，直接拆開看看不就知道了。但是床頭裡面空空如也，還是沒有發現任何生物。節目組決定繼續拆解床頭，隨後把拆解的床頭送到醫院做核磁共振。醫生們也是第一次給床做 CT 啊，看了半天，終於看到一點點奇怪的地方，這裡面確實有東西啊。經過反覆觀察，醫生確定這就是一隻3厘米長的蟲子，而且還發現了蟲子吃木頭的痕跡。鋸開木頭後，果然一頭肥蟲出現，詭異聲音就是蟲子吃木頭發出來的。看到這個東西，夫妻倆是想哭又想笑，原來都是他在搞鬼。大叔把西瓜供了起來，每天還要給西瓜燒香磕頭，甚至還帶他去做了 CT。據大叔說，這西瓜成精了，當時買的时候好好的，瓜農也說這瓜保熟，沒想到僅僅過了1個晚上，它就長出了嫩芽，生長速度肉眼可見。西瓜表面沒有任何腐爛的跡象，嫩芽是硬生生從裡面頂出來的。自從西瓜發芽後，他家裡還發生了很多神奇的事，感覺身體都變年輕了，認為這些都是西瓜帶來的好運。這下好了，大叔更不敢吃了，直接供了起來，每天還要給西瓜磕頭。這事很快就在村裡傳開了，就連種了一輩子西瓜的大爺都是第一次聽說這種事，村民議論紛紛，有人就認為西瓜一定是被高人加持過，成精了。為了搞清楚怎麼回事，節目組帶西瓜來到醫院，準備給他照 CT， 反覆照了幾次。醫生說從片子上可以明顯看到，西瓜內部已經腐爛了，和正常西瓜對比下，這一片黑黑的就是腐爛部位。只要有合適的溫度和濕度，種子就有可能在內部發芽，最終冒出來。總之這是非常罕見的。得知真相的大叔尷尬地笑了笑，直接把西瓜丟在了陽台，說以後不會再磕頭了，希望新芽能好好生長，到時候就可以吃新鮮西瓜了。50歲大媽眼看就要生了，卻瘋狂捶打肚子，丈夫不但不生氣，反而還幫她一起打，因為這肚子裡的東西實在太怪，怎麼都生不出來，反而會讓肚子瞬間膨脹。大媽平時腰圍77厘米，肚子變大後就成了91厘米，就好像要生了一樣。為了緩解疼痛，大媽只能不停地捶打肚子，疼痛會毫無徵兆的出現。剛剛還在晾衣服，突然感覺不對勁，肚子肉眼可見的變大，變得硬邦邦的。眼看着大媽疼痛不已，丈夫也無能為力，能做的只有不停安撫。經過幾分鐘陣痛，肚子慢慢恢復到了正常大小，隨之而來的是無盡虛弱。可大媽還沒緩過來，肚子又在短短幾分鐘內變大，她又要經歷一次分娩的痛苦。丈夫說這樣的過程每天都要經歷3次以上。然而令他們更絕望的是，醫院根本查不出肚子變大的原因，他們甚至去了婦產科也找不到原因，但這已經嚴重影響到了生活。大媽剛買完菜準備回家，肚子變大說來就來，完全不分场合。大媽躺在路邊疼得哇哇大叫，叫聲引來路人圍觀，都一臉懵地看着她。很快丈夫趕了過來，不停地幫妻子按摩。經過長時間的折磨，肚子終於恢復了平靜。大媽精疲力盡地吐出一句話，讓丈夫帶她回家。丈夫非常自責，看着痛苦的妻子，自己卻什麼都做不了。大家抱着最後一絲希望，帶大媽來到大醫院檢查，發現在肚子變大時，大腸也隨之擴大了10倍，但實在找不到任何病理性的原因。節目組沒有放棄，又找來心理醫生，醫生卻讓大媽畫畫，畫面透露出絕望和暴力。溝通下來才知道，原來大媽的前夫有家暴，這給大媽帶來嚴重的身心損害。她把一切痛苦都藏在心裡，長期的壓抑無處釋放，久而久之患上了軀體化障礙。
和現在丈夫在一起後，生活恢復了平靜，心理上的壓力也在慢慢釋放，才會以肚子變大的形式體現出來。醫生說，只要壓力得到釋放，症狀就會慢慢消失。丈夫表示以後會給大媽更多的陪伴，讓大媽釋放壓力，最後還對大媽來了個深情告白。非洲大草原上，繼母和2個孩子被困在車內，車外一隻飢餓的獅子正在啃食導遊的屍體。就在剛剛，導遊正帶他們感受真實的動物世界。這時，6歲的兒子想要上廁所，於是導遊把冰紅茶倒掉，把瓶子給了小屁孩。不是啊，叔叔，這個太小了，我得用脈動啊。導遊說，真的是人不可貌相啊。為了安全起見，導遊拿上來福槍，帶着孩子來到旁邊的灌木叢。就在這時，孩子身後傳來一聲低吼，導遊立即舉起了槍，就看到一頭母獅子正虎視眈眈地盯着孩子。導遊讓孩子慢慢躲到他身後。這時，車上的母女2人看到不遠處又出現了一頭雄獅，繼母趕緊來到駕駛位，想把車開到他們跟前，卻發現車鑰匙被導遊隨手帶走了。危機時刻，繼母下車，朝獅子揮動雙臂，大聲呼叫，想引起獅子的注意。就在獅子轉頭的瞬間，導遊和孩子趕緊朝車的方向跑去。獅子心想，太天真了吧，竟然對我使用調虎離山之計，關鍵我不是老虎啊。獅子是不會中計的，直接朝導遊衝了過來。導遊槍法也還是可以的，這不，每一槍都完美避開了獅子。他們距離越來越近，慌亂中導遊跌倒了，千鈞一髮之際，孩子跑上了車，導遊卻被獅子撲倒了，隨後領了盒飯。母子3人驚魂未定，突然獅子扒住了車窗，3人都快被嚇懵了。獅子看了幾眼後，拖着導遊的屍體走了。母親拿出手機想要求救，卻發現沒有信號。這時，一頭雄獅突然從車頭跳到了車頂，400多斤的體重壓得車頂都下陷了，前擋風玻璃也被擠壓裂開。獅子不停地用爪子撓車頂，發現根本挖不動，接着來到車頭往車內看去，3人嚇得不敢出聲。雄獅逗留片刻後也離開了。之後，女兒看到了車外的來福槍，她想要拿到槍，但雄獅就在離他們不遠的樹底下。沒辦法，他們現在只能等待救援了。就這樣，來到晚上，丈夫工作完回到賓館，發現3人一直沒有回來，頓感不妙，找到賓館的搜救隊。搜救隊說晚上是沒辦法展開搜救的，讓他等到明天。女兒想打開車燈看一下獅群還在不在，剛打開就看到獅子朝他低吼，原來獅群從未離開。這時兒子突然發現了之前遺失在草叢中的車鑰匙，看到周圍暫時沒有獅子，母親決定下車把鑰匙撿回來。就在馬上拿到鑰匙的瞬間，草叢中的獅子突然發動攻擊，母親抓起鑰匙就往車上跑，2人距離越來越近，獅子直接一個大跳就被拍在了車門上，獅子還在不斷的拍打車門，母親擰動鑰匙掛上檔位，一腳地板油就衝了出去，一路橫衝直撞，最後撞在溝裡，車子熄火了。他再次啟動車輛，一點反應沒有，防凍液都流了出來，看樣子是報廢了。他拿出手機也還是沒有信號，他們再次陷入絕望。救援隊終於開直升機出發救援了，丈夫又找到當地最好的獵人，想讓他也幫忙找老婆孩子，獵人根本沒理他。丈夫說，我可以給你錢，這不是錢不錢的事，我沒時間，給你100萬，出發。此時，兒子已經嚴重缺水，母親心生一計，脫掉上衣，把擋風玻璃下面積存的雨水吸到衣服裡，再把衣服裡的水擰出來給兒子喝。這時，空中傳來直升機的聲音，但是救援隊並沒能發現他們。飛機漸行漸遠，女兒下車大聲呼喊也無濟於事，呼喊也並不是完全沒有用，這不就把獅子吸引來了嗎？獅子朝他們急速襲來，就在馬上咬到的一刻，獅子被一槍放倒了，他們被2個非洲土著人救了。土著人是專業偷獵的，對着獅子直接就是掐頭去尾。母親向他們詢問附近有沒有水源，隨後小黑帶着女兒去找水，不一會兒真就找到了。女兒大口喝着水，小黑找來2個葫蘆娃，把頭部砍掉，就做成了一個水壺，裝滿水準備返回。這時遠處傳來槍聲，2人趕緊往回趕。回來後，小黑發現他的同伴不見了，小黑獨自離去尋找同伴了。丈夫這邊正在搜尋他們，經驗豐富的獵人拿起一坨糞便猛吸一口，他瞬間分析出這應該是獅子1小時內拉的。丈夫問，你怎麼就知道是1個小時內拉的呢？你看這不還熱乎的嗎？粘手。這波操作貝爺見了都直呼內行。隨後他們還發現了被獅子啃食後僅剩的人體殘骸，他們繼續開車搜尋。母子3人聽到了從山脊傳來的汽車聲音，但是丈夫並沒能發現他們。母親決定冒險下車去大聲呼救，果然微弱的求救聲被獵人聽到，母子3人被發現了。與此同時，呼救聲也把獅子吸引來了。母親快速跑回車上，丈夫救人心切，直接向妻子的方向趕來，卻被獅子盯上了。獅子一步步向丈夫逼近，接着獅子一個騰空撲向丈夫，獵人讓丈夫蹲下，接着一槍擊斃了獅子。這還沒完，另一邊的雄獅早已埋伏許久，直接對獵人發動攻擊。隨後獵人領了盒飯，丈夫趕緊往車上跑去，來到跟前，車門卻打不開了，眼看着就要被雄獅追上了，他直接鑽到了車底，體型巨大的雄獅只能用爪子扒拉。這時妻子想到了一個逃生辦法，她找出工具包，拿出一個扳手，然後揭開油箱上的隔音棉，用扳手不停地敲打油箱，不一會兒油箱就被打破了。接着用衣服浸入油箱中，留一半在外面當做引線。她讓孩子們聽到她的逃跑指令後，直接爬到車外的樹上，然後同樣讓丈夫在聽到逃跑指令的時候，從
從車裡跑出來，溝通完畢，妻子打開後门，吸引獅子的注意，獅子直接從後门跳上了车，眾人從車前面逃出。緊接着，妻子用打火機點燃了油箱上的衣服，车輛瞬間被引爆了，火光冲天，雄狮被烧死了。丈夫伤心欲絕，以为妻子也同归于盡了。就在這時，妻子從廢墟中緩緩站了起來，他們一家人相擁在一起。總結來說，這就是熊孩子一坨大便引起的血案。我是月貝，下期見。他把一大包毒品分別裝進小袋子裡，用手壓實，拿繩子繫好，裝進一個模具裡，接着用千斤頂把模具中的毒品壓縮成型，再把多餘的線頭剪掉。就這樣，一枚毒品膠囊制作完成。接着，小麗的男友拿來一種能減緩腸胃消化的藥，讓小麗吃下，又在她嘴裡噴了一些東西。毒販老大拿出一枚膠囊，蘸上蜂蜜遞給了小麗。作為新手的小麗接過來直接就吞了下去。還沒有，她再次嘗試也還是不行。老大一臉無奈，小麗說：“那我走。”來都來了，再試試吧。再次嘗試，終於把膠囊吞了下去。就這樣，不一會兒他就吞下了23枚膠囊，他都快打飽嗝了。但這還遠遠沒有結束，桌上還有39枚膠囊在等着他。老大讓小麗躺在床上，接着給她按摩肚子，目的就是讓膠囊在胃中合理的排列堆積，這樣就可以騰出胃部空間，繼續吞掉剩下的膠囊。不得不說妙手回春啊！按摩之後，小麗真就把剩下的膠囊全部吞了下去。我感覺老大這麼好的按摩手法，不去開個按摩店可惜了。隨後，老大把機票、護照和簽證給了小麗，小麗要做的就是把毒品帶到紐約。過安檢時，小麗膀胱一掃，就看到了閨蜜小胖。她知道現在閨蜜的肚子裡也裝滿了毒品膠囊，還好他們都成功通過了安檢。飛機上，小麗又看到了一個運毒老手大美。原來老大每次都會找好幾個女孩子分開來運毒，為的就是避免被一網打盡。這時小麗感覺有些不舒服，於是來到廁所想小便一下，突然屎意來襲，她趕緊抽出廁紙放在下面，接住了拉出來的2枚膠囊，隨後沖洗乾淨。因為老大警告過她，62枚膠囊一個都不能少。沒辦法，她拿出包裡的牙膏塗抹在膠囊上，猶豫片刻後直接一口悶了，動作熟練的讓人心疼。完事後還舔了一下嘴唇，她甚至感覺味道還不錯。飛機到站後，小麗剛拿完行李又被海關攔了下來，接着讓她雙手扶牆，對她一陣搜身檢查，什麼都沒有發現。警官問了她一些問題，小麗的回答露出了破綻。警方現在懷疑她體內藏毒，小麗極力否認，於是警方決定帶小麗去照 X 光。警方拿出一張授權文件讓她簽字，因為照 X 光需要得到小麗的授權，這肯定不能簽啊，這要是往肚子上一照，不就敗露了嗎？於是她直接就簽字了。我估計小麗可能不知道 X 光是什麼東西。照 X 光第一步就是驗尿，警官給了她一個塑料杯收集尿液，隨後尿液被送去檢測。不一會兒，檢測結果出來了，顯示小麗已經懷孕了。警方有規定是不能對孕婦照射 X 光的，但是警方這邊不甘心，還是想套路一下小麗，但沒有成功。小麗堅稱自己沒有藏毒，沒辦法，警方只能放走小麗。剛出站，小麗就被紐約這邊的老大手下接走了。在車上還見到了閨蜜小胖和大美，3人被帶到賓館房間，手下給了他們一盒瀉藥，讓他們挨個排便，趕快把毒品拉出來。小麗第一個去廁所，為了防止膠囊被馬桶沖走，她在浴缸裡直接就拉了起來。完事後開始用牙膏清洗膠囊，接着小胖也很順利的把膠囊都拉了出來。現在輪到大美了，大美此時表情痛苦，神志不清，這種情況很有可能是她體內的毒品膠囊有破裂。小麗帶她來廁所給她沖淋浴，想讓她清醒過來，但最終大美還是沒能排出膠囊。來到第二天早上，小麗睜眼就看到手下把大美抬了出去，她隱約感到不妙，來到廁所就看到滿地鮮血，原來是手下為了趕快拿到膠囊，直接對大美開膛破肚，這也太狠了吧！為了安全，小麗和大胖決定帶上毒品膠囊，趁手下還沒回來，趕緊逃離了這裡。人生地不熟，他倆決定先去大美之前給他們說過的姐姐家裡，因為是大美的朋友，姐姐很熱情的招待了他們。看着善良的姐姐，小麗實在不忍心，告訴姐姐大美已經死了，只能謊稱大美現在很好，他們在這裡暫住下來。第二天，姐姐帶他倆來到中介，想讓中介幫忙找個工作。在交談過程中，小胖不小心把毒品膠囊翻出來了，被中介看到，中介瞬間明白了他倆的身份。沒辦法，小麗實話實說，想讓中介幫忙找到大美的屍體。還好中介人不錯，答應找大美。沒一會兒，中介這邊就有消息了，大美屍體找到了。小麗想把大美屍體運回老家，但是需要2500美元。隔天，大美的姐姐終於得知真相，小麗想解釋，但被姐姐直接趕出了家。小麗現在只想籌錢把大美屍體運回老家，於是她聯繫了老大手下，想要把毒品還回去，拿回屬於自己的佣金。隨後他們和老大手下見面，把毒品交了出去，也拿到了佣金。之後，小麗找到中介，拿出2500美元讓中介把大美屍體運回去，自己和小胖也準備坐飛機離開這裡。就在準備登機的一刻，小麗卻選擇轉身留在這裡，可能她覺得這裡比破敗的家鄉更適合自己和肚子裡的孩子吧。最後我還是覺得毒販老大不開個按摩店真是可惜了。我是月貝，下期見。大媽每天撿錢100塊，卻差點丟了老命，錢都是從這棵柿子樹下撿的，硬幣每天早上都會準時出現，1個月撿了一大杯。對於這種現象，當地老人說柿子樹果實累累，象徵着家族興旺，可能是有人對着樹許願丟下的硬幣。可奇怪的是，附近其他柿子樹下卻找不到任何硬幣，只有他家店門口的樹會這樣，這就有點詭異了。大媽很焦慮，說這明顯和自己有關。
難道是有人在對自己下蠱嗎？大家決定偷偷安裝監控，找到這個丟硬幣的人。經過漫長等待，終於發現了一位可疑人員。大家親眼看見他經過柿子樹的時候，丟下了一個什麼東西。記者趕緊追了上去，卻結果發現他只是丟了一個樹葉而已，是個誤會。說來也奇怪，自從安裝了監控，就再也沒發現什麼可疑人員。但每天早上樹下的硬幣還是準時出現，從不缺席。這下他更慌了，只能沒日沒夜地守着監控。終於在第3天，他看到一個神秘的身影在向樹下丟東西，而這個身影竟是每天都會和他見面的人。店主大媽嚇得不敢說話，為了驗證自己的猜測，他在一枚硬幣上貼了一張白紙，偷偷放進了收银機。没一會，店裡來了一個收廢品的大媽，買了一杯咖啡。店主把帶記號的硬幣找給了他。第2天早上，這張帶記號的硬幣果然出現在了那棵柿子樹下。店主確認一直丟硬幣的就是這位收廢品的大媽。隨後節目組找到廢品大媽，大媽也承認是自己丟的。至於為什麼一直這樣做，大媽說店主每天都會把廢紙箱給自己，而且還不要錢。為了表達感謝，每次會從賣紙箱的錢裡拿出50偷偷丟在樹下。知道真相的店主終於鬆了一口氣，真是一個溫暖感人的靈異事件啊！他考試交白卷，反而得到了校長的表揚，當着全校師生的面給他戴了朵大紅花。原因是他成了學校唯一一個看出老師出錯題目的學生。台上的阿芳一臉懵，交白卷其實是自己看不懂而已。誰都想不到，他開掛的人生從此開始了。課上不小心打翻了墨水，他趕緊用衣服擦，卻意外擦出了一幅意境深遠的山水畫，得到了繪畫大賽的第1名，順便還收穫了一群小迷妹，時刻被幸運女神眷顧着，讓他覺得人生毫無意義。本以為長大後運氣就會改變，誰知好運反而變本加厲，隨手買張彩票都能中大獎，吃個飯就成了店裡第9999名顧客，莫名其妙得到了全年免費卡。阿芳不想就這樣安逸的過一輩子，跑去做了房產銷售。可第1天上班，找他買房的人排隊都排到了公司大門口，下班隨便伸手，立馬就來了幾輛出租車，都搶着要拉他。他徹底受夠了這種開掛般的生活，感覺是上天對自己的懲罰，指着老天一頓臭罵。突然間電閃雷鳴，一個雷針就劈了下來，結果劈死了正在逃跑的小偷。他含淚獲得了良好市民獎。阿芳非常想體驗失敗的快感，可天不遂人願，生无可戀的阿芳決定出家。就在剃髮前，方丈出現了，只見方丈大手一揮，他便靈魂出竅，意識開始模糊。等阿芳清醒過來，發現一切都變了。打鬥地主從來就沒贏過，無論跟誰打牌都被對方吊打，就連一旁的小學生都嘲笑他是個弱雞。他卻興奮得不得了，終於體驗到了失敗的快感。這是一種長在樹上的酒，為了採集這種酒，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險，僅靠一根繩子穿梭在高大的樹木之間。小哥淺嘗幾口，味道一言難盡。這種酒就是棕櫚汁，採集用到的工具就是一把刀和一個裝酒的容器，順着用椰子殼綁定的節點，一點點往上爬。來到樹冠後，將棕櫚樹花絮頭部切開，把罐子套在花絮頂端，來回敲打幾下，用來刺激汁液分泌。敲擊手法和力度會影響流出汁液的多少，幾個小時後就能收集到少量的棕櫚汁。為了能快速收集到棕櫚汁，他們不会爬上爬下，而是把棕櫚樹用繩子鏈接起来。採完一棵樹，順着繩子就來到了下一棵，要裝滿1桶棕櫚汁。他們一次至少要採集10棵樹，1天就要採集2次，把剛採集的棕櫚汁經過過濾，等它自然發酵，放幾小時就成了棕櫚酒。聞起來有一種很淡的酒味，喝起來酸酸的，好處就是很利尿，因為棕櫚汁含有糖分，所以也可以用來熬糖。把收集到的棕櫚酒過濾一遍，在路邊等着收酒的小贩上门。這種酒非常搶手，一手交錢一手交貨，今天的付出得到了回報，這就是斯里蘭卡菜酒人的生活。33歲的女兒只是說了句想吃蝦，老父親立馬放下筷子幫女兒剥，她一直吃，父親就一直剥。她從小到大都被当公主寵着，但凡是动手做個家務，父母都誇得不行。我要幫忙嗎？不用嗎？我剛把碗洗完了。你看看，多能幹的孩子，把碗都会洗了。33歲的佳琪至今未婚未育，直到她說出擇偶標準，瞬間明白為何她相親多年至今未果。我的要求其實也不是特別高，就1.8米以上，然後長得帥一點，皮膚白一點，而且有責任心，得幽默，能跟我玩到一塊兒，但是得有自己的事業。聽完佳琪的擇偶標準，連朋友都繃不住了，光是前3條就幾乎把人都篩完了。其實找對象挑一點無可厚非，但朋友也暗示他的年紀太大不好找。可他覺得自己長得年輕那就沒問題，嘴上雖然這麼說，但他自己比誰都着急，甚至還給手機套了個招桃花的手機殼。每天就捏着它，我得快點，天灵灵地灵灵賜我一個好姻緣。父親雖然一直都很寵他，但眼見女兒一直找不到對象，也好心提醒。我的觀點呢是，你在要求別人的時候，一定要對自己提出相同的要求。我要求人家長得漂亮，我也挺漂亮的呀。你要求人家很有錢，我覺得你要求我也人家很有挺努力的呀。學識，我覺得我挺好的呀。那就是要有一個比較正確的觀點。
是吧？父親認為，財富等外在條件並非是衡量一個人的標準，道德才幹才是。對於父親的好心勸告，他愣是一句話都沒聽進去，自顧自玩起手機。不久後，佳琪再次去參加集體相親，這次他依舊抱着期待而來，但最後還是越來越失望。你期待哇，下面我會不會碰到一個好的？結果發現你不覺得一波还没有一波嗎？就我坐在那兒我都難受，如坐針氈，你知道嗎？就我怎麼能把我自己升到這個地步了？但即使這樣，佳琪還是對愛情充滿了幻想，特別希望有一個人騎着白馬，踏着七彩祥雲過來跟我說：“我終於來接你了，你就是我一生的老婆。”他們用屋頂上的瓦片做鏡子，不但光可照人，甚至還有美顏的效果。女人們都認為這種鏡子才能照出最真實的自己。做這種鏡子一定要選用紅色瓦片，把瓦片敲碎，放在石板上反覆研磨，磨得越細，做出來的成品質量越高。在裡面加上一些黃麻纖維，然後加水充分混合在一起，接着再次把泥漿碾壓一遍，確保裡面沒有大塊顆粒。隨後把研磨好的泥漿放入圓形模具中，用手壓實就可以拿到太陽下晾曬。曬乾後開始打磨，用手感受圓盤的平整度。打磨的差不多了，就要在上面塗上一層黑色粉末，這個就是關鍵了，塗多少完全憑手感。接下來的工作就要由男人來完成了。在光滑的圓盤上放置3塊小金屬，然後將另一個圓盤扣在上面，中間就形成了一個空隙，用粘土把四周完全密封，接着在上面戳個洞，捏出一個入口，隨後放在外面繼續晾乾。等待的時間，他拿出了一些金屬合金，其實泥巴只是制作鏡子的模具而已，鏡子本身還是由這些合金做成的。合金是由锡和銅混合而成，把合金都塞到入口裡面，上面蓋上一層棉布後繼續用粘土密封，然後將這些模具放在火上，上面鋪滿椰子殼開始燒制，就這樣一直加熱1小時，通過聽聲音來判斷金屬是否融化。合金融化後就要慢慢翻轉一下，讓融化的合金液體填充模具中間的空隙，等模具冷卻下來敲掉模具。鏡子毛坯已經鍛造成功，不過現在還不能反光，需要經過幾輪拋光，但首先要把毛坯修剪成合適的尺寸，尺寸不同價格也相差很大。最受歡迎的種類是手持的小鏡子，修剪完成後用濕砂紙開始打磨，鏡子表面出現光澤後，在上面滴上椰子油繼續打磨，直到鏡子可以清晰地照出自己。隨後把鏡子放入鏡框粘合在一起，這還沒完，最後還需要用天鵝绒布拋光，在背後貼上自己的 logo， 這樣一個昂貴的手工鏡子就完成了，能更好地照亮你的美。聾啞外賣小哥送餐僅超時了1分鐘，就被富家女痛罵，還諷刺外賣小哥是下等人。然而這位大姐的做法絕對會讓你感到大快人心。我打個電話，我直接就用一下這個單號，我打個電話。小哥也盡力表達着感謝，雖說享受服務是消費者的權利，但這並非是侮辱別人的理由。職業沒有高低貴賤之分，每一位用勞動換取價值的人都值得被尊重。一家偏僻的農家小院，每天卻有大批40-50歲的男人慕名而來，男人們一波接一波，不大的院子裡擠滿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男人，大家都爭先恐後地表現着自己。只因這家有個30歲的離異少婦，這群男人就是來討媳婦的光棍漢。要想見到女方，先在院子外排隊等面試。為了這次相親，廚師老李特意請了假，從幾百里外趕到這兒。排隊期間還聽到有人說，今天人還算是少的。等了半天，終於輪到老李面試。女方母親一上來就盤問了老李的家庭存款情況，隨後就被請到院子外等結果，一等就是2個點。隨後媒人傳話來說不用等了，女方嫌他個子矮，直接淘汰了。老李一肚子氣，來回車費都花了不少，結果連人都沒見到。出於歉意，媒人立馬又給聯繫下一家。隔壁村33歲的大姑娘，也是最近剛離婚，一夥人匆匆趕了過去。可等到天黑，老李也只和姑娘父親搭上了話，就因為個子矮，再次慘遭淘汰。老李只能感嘆一番，這就是當今社會的殘酷現狀。和老李一樣，42歲的老楊一早起來將腦袋和皮鞋擦得锃亮，為即將到來的相親做着準備。家中的毛坯房至今還未裝修，老楊一邊打掃一邊嘴裡念念有詞，要是這次能談成的話，馬上開始裝修。10多年間，老楊來來回回已經相親20多次，大部分情況是一見面對方扭頭就走。老楊將原因歸結於自己長得不帥，還頂着個光頭。為此，老楊特意找人 PS 了一張帶頭髮的照片，讓媒人拿給女方看。招數很快奏效，可女方剛見面就迫不及待鑽進車子落荒而逃。老楊迫切地想知道對方的態度，連着發10幾條信息也沒有得到任何回應。老楊覺得是女方嫌棄自己是農村人，可誰料隨後女方竟主動打回來電話，這讓老楊樂開了花。當聽說對方對自己沒有什麼不好的印象，老楊趕緊趁熱打鐵，定下了下次約會時間。第2天，2人約在公園見面，起初還相談甚歡，一同盪秋千，但氣氛突然急轉直下。女方把老楊晾在一邊，跟別人有說有笑打起電話，刻意拉開跟老楊的距離，忽冷忽熱的態度，只因老楊沒能滿足女方提出的20萬的要求。
剛見面就要他拿20萬，老楊不由得心生警惕。這次相親自然也以失敗告終。由於過去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，導致男女比例失衡，千萬男性面臨着結婚難的窘境。有老婆的男同胞們一定要好好珍惜啊！這個村的老人每天不吃飯，也要來村口的池塘邊蹲着，全都神色緊張地盯着池塘。有人還不停數着什麼，因為最近村裡發生了離奇失蹤案，村口池塘裡的金魚神秘消失了。之前有50多只，現在只剩20多只了。幸存的金魚也變得焦躁不安。老人們把這些金魚視為村裡吉祥物，現在吉祥物沒了，他們覺得自己一點都不吉祥。村長召集全村人商議對策，必須要找到罪魁禍首。但現場沒留下任何痕迹，找了半天，才在一個角落發現了一些魚鱗。有人認為是黑頭灌幹的，之前就在池塘附近看到過它。還有人覺得是水獺或者海狸鼠，甚至還有說是水怪的，一定就藏在水下。建議把水抽乾，看看到底是什麼東西在作祟。大家越說越離譜，村長看不下去了，冷靜分析了一番，認為兇手可能是通過溝渠進入池塘的。池塘邊的圍欄還發現了腳印，但看不出來是什麼動物，安個監控看看吧。村長決定熬夜蹲守，也不知道這東西啥時候來。村長邊吃邊等，一直等到了凌晨3點，終於村長睡着了。但就在這時，池塘邊上也有了動靜，草叢中出現一個白色光點，只見他快速穿過圍欄來到池塘，很快抓到了一條魚。你覺得這玩意到底是個啥呢？大叔只是在家泡了一瓶人參酒，卻引得植物專家紛紛上門參觀，只因這瓶裡的人參實在不一般，泡在酒裡5年後竟然死而復生，長出了新芽，新芽已經長到了6厘米。人參是大叔自己挖到的，泡酒之前就把芽都剪掉了，現在還能看到修剪的痕迹。泡完的酒一直放在倉庫裡，至今已近5年了。萬萬沒想到，這一泡竟然泡出了怪事，鄰居都說這顆人參成精了，是千年不遇的寶貝，甚至有人出高價想買這瓶神酒，但都被大叔拒絕了。大叔對這瓶藥酒百般呵護，說喝了這酒氣色都變好了，但藥酒廠老板卻表示，泡在酒裡的人參是不可能存活的，況且還是52度的高度酒。猜測可能是大叔泡酒前人參就已經發了芽，難道大叔說了謊？沒辦法了，大叔接着展示了当初泡酒的照片，照片上人參確實沒有發芽，那人參是如何死而復生的呢？大家又找到專家，準備對人參進行解剖，取下一點在顯微鏡下觀察。專家表示，在生物學的角度來說，其實人參早就死了，但死掉的東西怎麼可能發芽呢？專家猜測，泡酒前人參可能就已經長出了芽苞，只是看不出來而已。而且人參表皮細胞非常堅硬，可以防止酒精短時間內滲透到裡面，所以剛泡在酒裡的人參還能存活一段時間，芽苞也能繼續生長一個階段，長到了6厘米的樣子。隨着酒精滲透，人參也就死掉了，最終就變成了這樣子。他只是點了一份炒年糕，一旁的顧客都驚恐地看着他，這已經是他吃的第3碗了，不到3分鐘又吃完了。緊接着看向菜單，點了第4份炒年糕，而且吃完就走，從不付錢。店主卻根本不在意，想吃多少給多少，甚至還會給他打包一些帶走。第2天等他再次來到店裡，攝像小哥嘗試和他交流，他突然表現得很慌張，東西都不吃了，拿起麻袋就走。小哥趕緊跟了上去，問他麻袋裡裝的什麼，他還是一言不發，背着麻袋走進了大山。附近村民說他就住在山裡，沒人知道他叫什麼，看起來已經流浪了好多年。據店主介紹，5年前他來店裡吃飯，只吃了3塊錢的炒年糕，看得出來生活很窘迫。出於好心，店主告訴他如果餓了可以隨時來吃。沒想到第2天他真的來了。店主說自己曾經也經歷過低谷，身上1分錢沒有，覺得要幫助這些無家可歸的人。從那之後就一直給他提供免費食物，這也是個不小的開支。附近飯店老板都不能理解他的做法。1年後，節目組做了個回訪，發現之前的年糕店搬家了，但店主還是會給流浪人員提供免費食物。我覺得天使大概也就是這樣的吧。在社會福利社的幫助下，之前的流浪漢也住進了精神病院，一切都在慢慢變好。2群猴子為了一根香蕉火拼，致使交通癱瘓，最後逼得警察都出動了，對他們實施了絕育手術。在泰國的華富里市生活着2大猴群，一群住在廢棄寺廟，另一群住在廢棄電影院。之前遊客多，投餵的食物也很充足，2個猴群也都相安無事。由於疫情期間遊客數量急劇下降，導致食物短缺，很多猴子都跑到商店搶東西。當地還發生了猴子盜竊和破壞車輛的事件。這個路口人相對較多，投餵的食物也多，這裡自然成了他們心中的風水寶地。寺廟幫的猴子在這裡得到了一根香蕉，這恰好被電影幫看到。接着2大猴群發生了火拼，這就是當地居民拍下的震驚一幕，2群猴子打得難分勝負。最後電影幫更勝一籌，打跑了寺廟幫，但寺廟幫仍然覬覦這塊地方，足足等了3個月，集結了幫派所有猴子，決定跟電影幫一決高下。司機看到這情形都不敢按喇叭，只能乖乖讓路。2大猴群聚集在路口對峙，寺廟幫人數佔據優勢，率先發起了挑釁，電影幫也不甘示弱，很快就組織了一波反擊。他們有來有往，互相挑釁，期間還有市民的3輪車被猴子翻了個底朝天，最後致使交通癱瘓，逼得警察都出動了。猴子們聽到警笛才離開這裡。最後政府決定通過大規模絕育計劃來控制猴子的數量。
猴子被引誘到籠子裡，隨後都被帶到了醫院進行絕育。這下真就BBQ了。這裡的女人體重不到200斤，根本嫁不出去。瘦子在這裡會被嘲笑。村裡男人的夢想就是能娶上一個200斤的老婆。採訪過程中，男人們還說出了一個流傳1000年的奇怪習俗，更讓節目組傻眼。這4位就是當地女神，一個比一個胖，追求者也一個比一個多。他們是準備競選村花的，競選標準是要超過200斤。他們吃完飯就要稱體重，第一位體重210斤，剛剛及格；第二位體重268斤，還不錯；第三位體重284斤，很有競爭力。然而现在的村花表示不服，小心翼翼站上体重計，生怕踩壞。果然，體重計在顯示428斤後直接黑屏。不過呢，他現在的地位還是很穩固的。出於好奇，節目組採訪了村裡男人，結果大家都說自己就喜歡胖的，越胖越愛，無法自拔，還說這種習俗已經傳承了1000年。胖老婆能彰顯自己的成功，可以到處炫耀。他們這裡信奉一句話：老婆要娶胖胖的，生活才會旺旺的。接着大家來到村裡有名的模範夫妻家裡，一進門就看到女人在睡覺，丈夫小心翼翼地把妻子叫醒，貼心地給妻子塗抹爽身粉。女人說結婚16年，丈夫一直都是這樣寵自己，感覺自己就像小公主一樣，還說自己結婚前瘦巴巴的，一點都不好看。啥也別說了，直接上秤吧，294斤，果然是標準的美女身材。女人又給大家展示了自己的衣服，看着異常肥大，女人卻說這是為了凸顯身材的緊身褲，穿起來一看確實很凸顯身材。女人每天的工作就是吃飯睡覺看電視，最常說的話就是飯做好了嗎？丈夫聽到就要趕緊去做飯，說娶個老婆不容易，關鍵還娶了個這麼漂亮的，自己的老婆肯定要自己疼。很快丈夫端來了飯菜，給妻子盛上一盆，沒一會米飯就見了底。酒足飯飽，拍拍小肚腩，趕緊補個午覺。洗碗這種小事肯定是老公的，妻子只負責胖就行了。女人還告訴大家，自己保持身材的秘訣就是要多吃米飯，因為米飯屬於碳水化合物，可以很好的維持身材。為了方便妻子出行，丈夫還貼心的打造了專屬座位。等妻子上車後，沒成想油門踩到底，車子卻一動不動。丈夫把車推到平坦路面，車子才勉強走了起來。在路上，老公洋洋得意，一直在炫耀自己的老婆。可以看到，村裡像他這樣的改裝摩托還有很多，一般都說明家裡有個200斤以上的老婆，這是身份的象徵，比開寶馬奔馳有面子。豪華一點的還會安裝個遮陽頂，大家不禁感慨，難道村裡就沒有一個瘦子嗎？隨後在村裡找了半天，終於看到一個很瘦的女孩。女孩顯得很不自信，一打聽才知道至今沒交過男朋友，成了村裡為數不多的大齡剩女。一旁的父親都愁壞了，說只要嫁出去不要彩禮，陪嫁100萬。即使這樣，仍然沒有人上門，為此他感到很自卑。可偏偏自己怎麼吃都吃不胖，還差點得了抑鬱症。節目組當場做起了媒人，要給女孩介紹對象，把街邊的一個流浪漢拉了過來。流浪漢看到女孩後連連搖頭，說自己的理想型是胖胖的，說完直接轉身就走了。更讓女孩心裡不平衡的是，自己的閨蜜卻是個標準的美女，追求者眾多。這不，閨蜜剛回家，家門口就出現了3個追求者，其中一個已經追了2年。他們在門口蹲守半天，只為看閨蜜一眼，一直待到深夜才離開，還說明天再來。看得出來，閨蜜也很享受這種众星捧月的感覺。所以美的標準從來都不是唯一的，蘿蔔青菜各有所愛，自己喜歡最重要。她把600斤的野豬當兒子養，會騎着野豬去買菜，速度還能調節，只要扭一下耳朵，想快就快，想慢就慢。她直接成了街上最靚的老頭。大爺還會和野豬一起睡覺，野豬每天叫他起床，熟練地打開窗戶，對着主人就是一頓殺豬叫。大爺如果想賴床的話，他會反復開關窗戶發出噪音。看起來野豬應該是餓了，大爺起身去廁所給野豬做早餐，剛做出來的就是熱乎，野豬吃得一臉享受。野豬是他爬山時意外撿到的，當時很小一隻，很可愛，沒想到他才3歲，身長就超過了1.9米，體重也接近了600斤。不過還好，野豬很溫順，能聽懂人說話，可以和狗一樣握手，大爺可以隨時騎在他身上。不過被大爺騎久了，野豬也會調皮的想騎一下主人。大爺完全沒有招架之力，被600斤的野豬壓得死死的，差點壓出了腰間盤突出。大爺每天還會帶他去遛彎，野豬也很聽話，過馬路會跟着主人走天橋。路過一家豬肉店，他突然停了下來，奇怪，怎麼聞到了媽媽的味道？他莫名感到有一股殺氣，嚇得趕緊扭頭就走，乖乖的跟着大爺回家了。最後和大爺來個親親，就可以安心的睡覺了。這樣的寵物你想養一隻嗎？